老蒋不是不想反攻，老蒋是没能力，你知道吗？1960年两弹一星，有原子弹你怎么跟人家打？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打过来？大问题就是政治上的动荡。大跃进、文革，大跃进当然是想发展中国，但并没有发展得很好。中国大陆在毛时代有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大跃进的失败，造成3年大饥荒，让数千万人饿死。另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让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跟人伦秩序受到非常重大的挫折。红卫兵在各地在清算斗争，鼓励家庭内部彼此互相揭发，高等教育跟科学研究平板，这些都造成中国大陆社会非常大的动荡。在中国政治里面，人望永远比你拥有什么头衔还来得重要。缺乏人望，大家不服你的时候，实力就会向另外一方倾斜。这也是邓小平的本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那比如说最有名就是文革嘛，那还有就是谁是接班人嘛，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我这边呢，这个找了一本很有趣的书，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当年出版的很有名的一本书啊，文革前的邓小平。看到，他是毛泽东的父帅啊，这里就不得不讲到啊，在毛泽东的这个中年之后，就是他的政权逐步稳固之后，他其实搞了很多事情嘛。60年代啊到70年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当中最有名当然大跃进啊，文革啊，这些政治上的一些举措。当然你比如说大跃进，他当然是想发展中国嘛，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展得很好嘛，就最后是大跃进是失败的。那紧接着后来就产生了文革嘛。那文革的推进呢，更大的问题就是，那到底毛泽东之后谁来领导中国？那这个要如何领导中国？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政治上的混乱啊，其实也很大程度的造就了，就是两岸在发展上当中产生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奇遇啊，也就是台湾呢，随着所谓的蒋家政权的稳固哦，逐步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反攻大陆的无望啊，这种无力感是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也知道，1960年代啊，当两弹一星搞成之后呢，最大的冲击，您刚才提到说台北的震撼，我觉得这个震撼在哪里？就是反攻大陆无望，彻底无望。有原子弹你怎么跟人家打？最近有一个日本学者，其实他是在2022年，我记得他在《自由时报》提出，松田康博教授啊，他提出了中共蒋介石化嘛，意思是说，领导人超过70岁啊，然后当社会由小康转向富裕的时候，那政权会提出这个所谓的政治口号来延续他的这个专权。但是呢，他并不会急于去做完成统一战争哦。其实他暗指就是说，习近平变蒋介石啊。但是呢，这边完全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老蒋不是不想反攻啊，老蒋是没能力，你知道吗？做不到就做不到，这一点请搞清楚。但是没办法反攻，有一个问题是，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打过来呢？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上的动荡啊，其实很大程度拖慢了对于中共来讲啊，统一台湾的进程啊。好，那到底在政治上是什么样的状况？中国大陆在毛时代取得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成就，但代价非常的大哈。中国大陆在毛时代大概有重要的两件事情，对后来的中国的发展也造成大影响。第一个就是大跃进的失败。我们到1956年之后，中共开始进行从这个农村的集体化建立人民公社，另外开始搞所谓的大跃进尤其是后来等到中苏交恶之后这种大跃进的脚步就更加的迈开，步子就更大我们知道大跃进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失败的结果是造成所谓的3年大饥荒我们晓得1959年到1962年，让中国大陆数千万人饿死。当然也有经济学家研究，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国大陆本身缺乏所谓的原始资本的累积，主要用的方法就是剥削农村来贴补它的工业发展。简单讲跟30年代苏联斯大林时代所搞的5年计划的方法很像，结果就是农村就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那除了大跃进失败，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晓得，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毛泽东为了夺权，因为大跃进失败，他一度被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取代但是后来1966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重新这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让这基层的民众跟学生来支持他，红卫兵运动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让中国大陆传统的文化跟人伦秩序受到非常重大的一个挫折我们知道红卫兵在各地串联清算斗争对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人才、许许多多传统的这文化古迹还有最重要的是，他当时鼓励家庭亲属内部从社会基层开始彼此互相的揭发跟斗争，这些都造成中国大陆社会非常大的一个动荡后来在邓小平时代称文化大革命叫10年浩劫，这是中共党内部的名词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毛泽东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就提拔林彪作为他党内的接班人。另外还有就是他以他的妻子为中心，
江青等人所谓的四人帮嘛，执行这个文革的这样一个目标。文革当然有很激烈、很残酷的党内斗争啊，像那个刘少奇啊、邓小平啊，其他10大元帅里面，像贺龙、彭德怀等人都被打倒，朱德到了最后也被清了。对，然后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跟科学研究很多方面都停摆，因为有大量的科学人才都受到清算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造成他党内的政治运作呈现一个混乱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情况大概要到了文革末期的时候，才开始逐渐开始有一些转机啊。因为我们到文革末期，曾经3度被打倒的邓小平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政治核心，在1972年之后。另外，在党内所有的反四人帮力量开始逐渐的串联包括除了邓小平之外，邓小平的亲信幕僚像胡耀邦啊、赵紫阳，另外就是他开国的元老之一李先念，另外就是左有弹弓的杨尚昆、许世友、杨得志另外还有今天这个习近平主席的父亲习仲勋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10大元帅当中的叶剑英，叶剑英是唯一一个10大元帅当中没有被受到太严重冲击的这个广东客家人。另外后来因为他在那个广东地区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势力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后来他的儿子这个叶选平也长期在广东担任省长跟省委书记，在改革开放之后，简单说，我们只是念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反四人帮后来支持邓小平这个重新掌握大权，然后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力量也在汇集当中这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什么？就是发生在1976年10月6日的所谓的怀仁堂政变就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彼此通力合作之下，一举就将江青四人帮等人逮捕。四人帮在受到审判的这个相关影片，其实在那个台湾的油管上面都找得到。我告诉各位，江青在受审判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俯首认罪，然后都不再讲话。我有江青这个女人真是厉害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而且江青在受审上一口咬定他还举出有证人证物等等他说毛泽东主席所指定的接班人就是他。你们通通是非法政变，篡夺党内的权利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啦，最后四人帮大部分都遭到判刑那基本上从1976年怀仁堂政变之后，就代表中国大陆的政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状况。前面那个我们讲这些，各位可以注意一件事，这个四人帮也好或江青也好，有一个很大的先天上的弱点。就是他自己当初也没注意到，就是邓小平得到当时许多解放军重要将领的支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算是真正彻底结束了那中国大陆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好，我想这四人帮被打倒是非常迅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习近平他爸也是很惨就是习仲勋你看反党分子习仲勋被红兵压到前面所以就可以知道文革时期整个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是有多激烈的所以其实讲白了，毛泽东为了要掌握权力，他到老年的时候，他的权力不安感是很重的嘛，所以他利用四人帮这种没有政治根底的来巩固他的权力。与此同时，他就是想办法把他的这个政敌给打倒嘛，那包括林彪也被他打倒嘛，那习仲勋那更不在话下了其实四人帮的垮台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中国政治里面的人望永远比你有什么头衔还来得重要。你江青，你纵使你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也好，就算照你讲的，你是毛泽东的妻子也好，但你缺乏人望，大家不服你的时候，自然而然实力就会向另外一方倾斜那这也是邓小平的本事他就把了这些人给凝聚起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前面看到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所出版的这个文革前的邓小平，你就知道，因为邓小平他的能力非常突出然后他也相当具有这个国际视野，因为大家也知道他是勤工俭学嘛。前阵子我们这个历史讲堂在讲这个师祖师民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提到在法国巴黎这里聚集了一派革命的学生嘛？这些学生里面我们当时也讲到，孙文没有被汪复会给打倒，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在巴黎当时这边的宣传机器是帮助孙文来做说明跟平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留欧的学生他在思维跟辩论上面有一个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训练的这也体现在邓小平后来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其实这方面是很深刻的